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潜藏在我们细胞深处的秘密武器，它可能是颠覆医学界对慢性病看法的关键。你也许难以相信，一颗颗微小的细胞电池竟能左右我们的健康命运。然而，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，要逆转90%的慢性疾病，关键就在细胞里一个不起眼的东西，也就是粒线体。当今社会常见的慢性疾病五花八门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心脏病、癌症、失智症、忧郁症等，这些病看起来彼此无关，但可能有共同的源头。过去我们哪里不舒服就看哪一科，心脏问题看心脏科，血糖高找新陈代谢科，头痛治头，脚痛医脚。很少人去追问，为什么不同器官会陆续出毛病？难道背后隐藏着一条主线？最近科学界的一项发现让人震惊，有研究指出，高达90%的慢性疾病都与细胞内部的一个结构有关。这个原本只被当作细胞发电厂的小器官，竟然暗中操纵着我们身体的兴衰，它就是粒线体。到底什么是粒线体？让我们用简单的比喻来认识它。你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座现代化城市，心脏是抽水站，大脑是控制中心，而每一栋细胞建筑里都有许多小型发电厂，那就是粒线体。有了它们，细胞才能把我们吃下的食物转化成能量，供给全身运作。如果把细胞比作一部精密的智能手机，粒线体就是手机里的电池和充电系统。没有电池，再好的手机也无法开机。同样的，没有粒线体提供能量，细胞什么事都做不成。我们每个细胞里可能有几百甚至上千个粒线体，全身加起来的总数以兆计算，远远超过地球上人类人口的数量。别小看这些小东西，它们甚至拥有自己的 DNA， 而且这 DNA 只从母亲遗传下来。如果母系粒线体带有基因突变，孩子可能天生罹患严重的粒线体疾病，出现多个器官无法正常功能的状况。这些罕见病例正揭示了粒线体对健康的深远影响。想象20多亿年前，一个原始单细胞生物偶然吞噬了一个擅长产能的小细菌，按理说它应该把这细菌消化掉，却没想到彼此形成了共生关系。细菌负责功能，宿主细胞提供庇护。这场史前联姻让生命的能量供应效率大大提高，也掀开了演化的新篇章。从此，地球上才有了诞生复杂多细胞生物的可能。因为有了强力的发电系统，细胞才能分工合作，组成庞大的生物体，甚至孕育出人类文明。如果没有当初那次伟大的共生事件，今日的你我或许根本不会存在。这听来不可思议，却是科学界对粒线体起源的主流解释。有人体趣地说，人类其实是由无数粒线体组成的超级生命体，我们的存在有赖这些微观伙伴卖力发电。听起来很奇幻，但一点也不夸张。长久以来，我们在课本上学到的一句话是，粒线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。这话没错，但粒线体的作用远不止如此。近年，研究者们发现，粒线体同时还扮演着细胞内控制中心的角色，它们参与调节我们的基因表现，决定细胞该启动哪些功能。它们也掌管着细胞对压力的反应。当身体遇到威胁时，粒线体会发出信号，引发发炎反应或启动修复机制，甚至连神经传导物质的制造、分泌和调节，粒线体都会插上一脚。我们熟知的血清素、多巴胺等情绪物质都需要粒线体参与才能顺利产生。如果一个细胞受损太严重，粒线体还会启动自杀程序，细胞凋亡，以免坏掉的细胞演变成肿瘤，危害身体。换句话说，在每个细胞内，粒线体不只是发电机，还是兼具感应和指挥功能的智慧中枢。一旦这个中枢出现问题，细胞的运转就会乱套，各种疾病也会趁虚而入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粒线体失调真的会引发那么多种慢性病吗？让我们把视线拉回每个人的身体。现实生活中，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年纪不大却经常感到疲惫，记忆力下降，或者动辄气喘吁吁。到医院检查，各项数值看似正常，医生也找不出明显毛病，但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种说不出的亚健康状态，很可能正是粒线体在发出求救信号，体内的能量工厂已经供能不足。
只是外在症状还没严重到被诊断为疾病。许多慢性病在正式发作前的5到10年就埋下了粒线体衰退的种子，只是我们浑然不觉。当粒线体无法顺利产生能量时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耗能最高的器官，例如脑细胞缺电会导致记忆力和思考力下降，长期下来可能演变为阿兹海默症等失智疾病。一些研究更发现，帕金森氏症这类影响运动功能的疾病也与粒线体息息相关。患者细胞中清除受损粒线体的机制失灵，让残破的粒线体越积越多，最终导致脑中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大量死亡，出现帕金森氏症的症状。另一方面，心肌细胞能量不足，无法有效泵血，久而久之就可能出现心脏衰竭的征兆。再看看我们的胰脏和肝脏，如果它们细胞里的粒线体常年被过量血糖轰炸，代谢机能乱了套，就会引发糖尿病、脂肪肝等代谢病。事实上，科学家发现，许多第2型糖尿病患者的肌肉细胞内粒线体数量偏低，活性不足，导致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血中的葡萄糖。而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壁细胞如果粒线体受损，调节血管收缩的能力也会下降。一连串的问题看似各自独立，实际上背后都有细胞能量供应失衡的影子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粒线体功能失常还和我们的情绪、精神状态息息相关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长期处于压力大、情绪紧绷状态的人，他们细胞里的粒线体功能表现也较差。反过来说，当粒线体状况不佳时，一个人更容易感到疲惫、忧郁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一些难缠的精神疾病其实也是粒线体疾病，例如重度忧郁症和躁郁症，患者经常被检测出能量代谢方面的异常。自闭症患者体内也常发现粒线体缺陷的迹象。这些发现揭示了心理健康与细胞能量之间的密切联系。从情绪低落到认知障碍，看不见的粒线体都在背后影响着大局。讲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个近100年前的有趣理论。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德国生化学家奥托·瓦伯格就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说，癌症可能本质上是一种粒线体代谢疾病。他发现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有个奇怪的差异，在氧气充足的情况下，癌细胞却很少使用粒线体进行正常的有氧呼吸产能，反而主要依赖高速度的无氧糖解来获取能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癌细胞喜欢疯狂吃糖发酵，而不走粒线体的正常路线。这种反常现象后来被称为瓦伯格效应。瓦伯格认为，癌细胞之所以走上低效的发酵路，是因为它们的粒线体出了问题，无法利用氧气发电，只好改烧葡萄糖过活。他在1931年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。但遗憾的是，后来几十年里，医学界更专注于基因突变学说，瓦伯格的代谢理论一度被冷落。直到近年，科学家重新审视他的观点，发现许多肿瘤细胞的确存在粒线体 DNA 损伤或功能缺陷的情况。细胞的能量工厂一旦停摆，基因调控和代谢平衡就会大乱，细胞更容易失控的生长分裂，最终演变为癌症。当然，癌症成因极为复杂，我们不能将其简化为单一因素，但粒线体的角色绝对不容忽视。可以这么说，当粒线体无法正常运转时，细胞很可能陷入混乱状态，走上慢性病甚至癌变的歧途。既然粒线体如此重要，我们就要问，是哪些因素在默默伤害着它们，让我们陷入慢性病的泥淖？答案其实并不神秘，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首先，饮食习惯是头号凶手。现代人爱吃精致糖类和加工食品，甜饮料、白面包、油炸薯条、高油高糖的点心样样不离口。这些东西让粒线体超负荷运转，在代谢葡萄糖的过程中产生过量的自由基，等于让发电厂一天到晚冒黑烟，自我损伤。年轻时我们或许感觉不出异样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体内天然的抗氧化物质，例如谷胱甘肽，含量逐渐下降，自由基的破坏力与日俱增，粒线体受损的后果就开始显现：疲劳、发福、三高找上门。难怪有人说慢性病其实是吃出来的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再来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同样是慢性病温床。
相较于我们祖先一整天劳动狩猎，现代人大多时间坐在办公室，缺乏运动，让粒线体陷入闲置状态，细胞里的发电厂不用则退，数量和效率都会下降。而且运动时肌肉收缩能释放一些信号，刺激身体生成更多粒线体。反之，长期不运动的人身体缺乏这种刺激，粒线体更新速度变慢，新陈代谢也跟着变慢。一个人越懒，粒线体也跟着偷懒，时间一长，细胞功能不足，各种代谢问题就来报道了。第三，日夜颠倒，睡眠不足对粒线体也是毁灭性的打击。白天粒线体忙着替我们功能，夜晚则是他们休养生息、修复自身的时段。如果我们熬夜开夜车，不肯好好睡，等于剥夺了粒线体的维修时间。长此以往，受损的粒线体得不到修复，功能只会每况愈下。有人只睡3-4个小时还勉强撑着，但其实体内早已一片混乱。更极端的例子，严重失眠的人甚至可能产生幻觉，就是因为脑细胞的粒线体受损到一定程度，大脑正常运作都维持不了了。第四，长期处于压力和负面情绪中，也会慢慢拖垮粒线体。当我们压力山大、紧张、焦虑时，身体分泌的压力荷尔蒙会影响细胞能量代谢的节奏，同时慢性压力会造成低度发炎状态，让粒线体处于不友善的环境。前面提到情绪和粒线体双向影响，压力使粒线体功能变差，粒线体变差又让人更难承受压力，如此恶性循环。如果不及时疏解心理压力，粒线体这根弦绷久了也会断裂。最后，不可忽视的是各种环境中的隐形毒素。21世纪的都市人每天都暴露在形形色色的化学物质中，包括空气中的汽机车废气、PM2.5 微粒、农作物上的农药残留、自来水里的重金属，甚至我们吃的加工食品里的防腐剂、人工添加物等等。这些外来毒素一旦进入身体，就像沙子跑进精密机械，专门破坏粒线体膜和酵素，干扰能量工厂的运作。陈俊旭医师曾举个例子，他以前爱吃话梅和牛肉干等零食，但常吃后发现自己肠胃容易不适。后来他推测，可能是其中的防腐剂等添加物影响了消化道细胞的粒线体运作，让身体发出了警报。由此可见，看不见的污染和化学物质正是我们粒线体的无声杀手。首先是在吃的方面做改变，远离过量的精制糖和对粒线体有害的垃圾食物，改采用更天然均衡的饮食，多吃蔬菜、水果、坚果等富含植化素和抗氧化物的食材，减少油炸、加工和含糖饮料，尤其要控制每日糖分和精致淀粉的摄取，试着以低糖饮食取代高糖饮食。有人甚至每周选一天吃全素，用大量蔬果给身体来个大扫除。因为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 B 群是粒线体合成的重要辅助因子，可以帮助增建新的能量工厂。此外，也别忽略优质蛋白质和健康油脂的摄取，例如深海鱼富含的 Omega-3 脂肪酸具有抗发炎作用，能给予粒线体稳定的环境和原料来运作。不妨尝试近年流行的间歇性断食或生酮饮食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。当你每天留出足够的时间处于空腹状态，或将每日净碳水摄取控制在较低水准时，细胞的粒线体会从燃烧葡萄糖切换成燃烧脂肪和酮体。这种燃料转换能大幅减少自由基的产生，让发电厂有机会清扫烟囱，恢复效率。许多实践者发现，透过饮食调整，他们的体重下降、血糖稳定，甚至脑雾消失、精神变好，证明粒线体确实在慢慢恢复元气。运动是刺激粒线体再生的最佳良药，关键在于选对运动方式。陈博士特别推荐第2区重2有氧运动，也就是低强度、长时间的运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那种会微微喘，但还能轻松讲话的运动强度，例如稍慢的慢跑、快走、游泳、骑脚踏车等。你可以每天或每周几次进行30分钟到1小时的中2训练，让身体稍微流汗，心跳加速，但不至于气喘如牛。这种训练过程中不太产生乳酸堆积，却能有效促使粒线体扩场增生。事实上，不少马拉松选手和自行车好手都把80%的训练时间投入中2，
靠的就是源源不绝的粒线体耐力来称霸赛场。如果你体能较好，没有心血管方面的隐患，偶尔加入短跑冲刺或高强度间歇 HIIT 训练，也能刺激粒线体数量提升。不过这类剧烈运动风险较高，要量力而为。另外，适度的重量训练，举哑铃、深蹲等肌力运动，有助于增加肌肉含量，也间接提高全身的粒线体总数和基础代谢率。总之，动起来吧！只要持之以恒，你等于在每一次运动中为全身细胞增添更多小马达。时间一到，它们必将回报你充沛的活力与健康的体态。不要忘记，充足的睡眠是对粒线体最温柔的疗愈。经过一天辛勤工作，夜晚是粒线体修复自我的最佳时机。试着保持规律的作息，晚上10点或11点就寝，确保每晚有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。睡前避免蓝光刺激和过度用脑，让身体循着自然节律准时进入休息模式。许多人发现，只要连续几周保证早睡早起，他们白天的精神状态明显改善，体力变好，情绪也稳定了。这就是因为粒线体在夜里终于有时间彻底检修，白天就能以更佳的状态为你服务。相反，如果长期熬夜，白天疲惫不堪，就应该警惕，是时候重视自己的睡眠并拯救粒线体了。我们无法完全躲开现代社会的污染，但可以尽量降低伤害。从现在开始，给身体进出的每样东西都多一分挑剔，选择干净的水源，必要时使用滤水器，外出时注意空气品质，空污严重的日子戴上口罩，减少剧烈户外运动。饮食上少吃含防腐剂和人工添加的加工食品，购买食材时留意农药残留，能选择有机的就更好。居家环境也要注意通风和清洁，避免长期接触霉菌、甲醛等。有了干净的空气、水和食物，粒线体就像回到山清水秀的环境，运作起来更轻松顺畅。别忘了，戒烟限酒也是在为你的粒线体减压香烟里的毒物和酗酒导致的瘾，全都会狠狠伤害粒线体。及早戒除等于拔除隐形的慢性毒针。心情和压力管理对粒线体健康同样重要。培养一些能让自己放松的爱好，例如冥想、瑜伽、散步、听音乐，或者和亲友聊聊天，都是不错的减压方式。当你的心情放松下来，细胞里的粒线体也会跟着愉快起来。如果总是绷紧神经，不妨试着深呼吸，吸气4秒，吐气6秒。这种缓慢呼吸法能促进氧气更有效地进入细胞，并减少紧绷感。有趣的是，还有一种来自大自然的疗愈法宝——接地气。所谓接地，就是让身体直接接触大地，借由平衡人体与地球之间的微弱电位差，来促进细胞的稳定。你可以赤脚站在草地或沙滩上，感受土地的能量。陈俊旭医师甚至分享了他的创意做法。他在自己的枕头下铺了一条特制的导电布，接上一条铜线连到户外土壤，或者接在室内插座的接地孔上。如此一来，他睡觉时就等于身体与大地相连。他表示，长期坚持接地让他感受到情绪更稳定，慢性疼痛减轻，连血糖都更容易控制了。或许对有些人来说，这听起来有点悬，但不妨一试。大自然也许早就提供了免费的能量疗法，只是我们习惯穿着绝缘的鞋子，忘了偶尔去亲近土地。其实，世界上一些长寿村早已不知不觉践行了这些原则，像意大利的撒丁岛、日本的冲绳、美国的洛马琳达等南区地区，居民普遍保持着天然的饮食、充足的活动、良好的作息和紧密的社交关系，心理压力也相对较小，慢性病发生率明显较低，平均寿命更是远高于一般水准。可以想见，他们之所以健康长寿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养护了粒线体的功能。反观现代都市人，被高糖饮食、久坐压力包围，如果不主动改变，粒线体迟早不堪重负。所幸从现在开始调整还来得及，就像把一辆保养不善的老爷车开进保养厂，大修引擎，我们的细胞活力完全可以被重新唤醒。当我们把目光从疾病表面转向细胞深处，就会发现一条恢复健康的新路径。与其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
不如直接提升细胞的能量源头。只要粒线体的功能恢复了，许多过去被视为不可逆的慢性病都有机会出现好转的奇迹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每个细胞都像充满电的手机电池，随时提供稳定强劲的能量，那么无论是血糖失控也好，关节发炎也罢，都将更容易被身体自身的机能所逆转或控制。守护粒线体其实就是在为生命续航。或许你会问，这样做真的能逆转高达90%的慢性病吗？科学无法保证每个人的结果都一样，但大量案例和研究已经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希望。许多原本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，在落实上述生活改变后，都出现了可喜的转机。有人减药甚至停药，有人多年缠身的症状逐渐消退，重拾失去已久的活力。举个实例来说，台湾有位52岁的男性上班族，常年受糖尿病与高血压困扰，体重一度高达90公斤。在医师指导下，他开始改善饮食结构，配合每天快走运动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体重减轻了15公斤，血糖从糖尿病范围降回正常值，血压也稳定降至理想水平。原本需要天天服用的降血糖、降血压药物，如今减少了一大半。这位先生开心地表示，以前早上起床经常疲惫不堪，现在则精神饱满，庞佛年轻了10岁。像他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，越来越多人正在亲身验证，当你愿意付出努力，修复粒线体，身体真的会回报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惊喜。展望未来，粒线体医学很可能会成为医学界的新焦点。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家投入大量资源，研究如何延缓粒线体老化，促进粒线体再生等崭新疗法。许多抗老化的营养补充重点也放在强化粒线体，例如辅酶 Q10 等物质已被证实对粒线体功能有益，这些都是当前热门的科学研发方向。然而，与其被动等待未来的种种突破，不如现在就开始行动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我们讨论的改变。你等于已经握住了逆转慢性病的钥匙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个游戏的比喻做结尾。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场游戏，那么粒线体就是你角色的体力值与魔法值。当这两条能量槽维持满格，你就有本钱迎战几乎所有的敌人。相反地，若任由能量耗尽，哪怕只是小怪都能轻易击败你。照顾好你的粒线体，就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加上 buff， 也就是游戏中的增益状态。当能量充沛，状态满点，曾经困扰你的那些慢性病 BOSS 终将一一倒下。健康之路没有捷径，但透过提升粒线体，我们找到了最接近万灵丹的方案。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，唤醒沉睡在细胞里的能量革命吧。你的身体终将感谢今天努力的自己。